第61集，第4章，选民群体。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和各位谈到这样的几个方面：一、选民群体的一般性特点；二、如何说服他们；三、候选人具备的素质。选民群体顾名思义，就是那些有权通过选举的方式选择某人当官的这样一个群体。这样的群体也是属于我们前边所说的意志性群体。但是呢，这个群体的行为仅限于一件规定的很明确的事情，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所有的候选人当中做出选择，因此他们只具有群体的一部分特征。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选民群体因为他们只组织起来就干一件事儿，所以选民群体相对于别的群体来说很特殊。在群体所有的特征中，选民群体很少会表现出推理能力，他们不具备批判的精神，他们会轻信别人，易怒，并且头脑非常简单。另外呢，我们从这个群体当中依然可以发现群众领袖的影响，以及我们之前列举过的那些因素，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些因素的作用。我们来研究一下说服选民群体的方法都有哪些。从一些最为成功的方法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选民群体所具有的心理特点。首先我们知道，那些候选人一定是享有名望的人，而能够取代个人名望的只有财富。至于个人拥有的才干甚至是天赋，这些都不是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还有另外一点非常重要，那些享有名望的候选人必须有能力使得选民不用经过讨论就接受自己。选民中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但他们很少会选出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这些人在他们当中是没有任何名望的。当然，他们偶尔也会选出一个和自己相同职业的人，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而且通常是因为一些别的什么原因做出这样的选择，比如为了向某些大人物或者有权势的雇主发泄不满。平时的时候，选民需要依靠这些大人物或者有权势的雇主，但是通过选择和自己相同的人，他们会在短时间之内感觉自己成为这些大人物的主人，能够主宰他们的命运一般。而这种幻觉是致使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主要原因。不过呢，只拥有名望并不足以确保一位候选人能够成功。选民特别在意别人会不会迎合自己贪婪的需求和可怜的虚荣心，因此候选人们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常常会用那些离谱的哄骗手段来欺骗选民，并且毫不犹豫地做出各种异想天开的许诺，用以换取选民的认可。如果选民是工人，候选人的手段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侮辱和重伤那些选民的雇主，再怎么多也不过分。而对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会采取断言、重复和传染等方法，让选民们相信他的对手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人尽皆知。而作为候选人竞争对手的这一方呢，面对这些质疑，他不需要费尽心思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不了解群体心理，只是将精力
放在找到各种论证为自己进行辩护，并且将自己限制在用断言来对付断言的局面中，那么他获胜的机会将十分渺茫。候选人在将自己的竞选纲领形成文字的时候，语言千万不能绝对，不然他的对手会因此来对付他。但是在口头纲领中呢，则可以适当的夸夸其谈，甚至大言不惭的对一些重要的改革做出承诺。因为这些夸张的言论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效果，同时对于未来呢，又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因为监督这样的承诺是否完成，需要选民们不断的进行观察，而选民们并不想对这些事儿操心，他们其实也不在乎自己的候选人在承诺之后的实际操作方面可以走多远，尽管正是因为这一纲领，他才选择了这个候选人。在以上的这些事中，可以看到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讨论过的所有的关于说服的因素。各种词语和口号具有着神奇的控制力。一个演说家如果他明白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手段，他就会发现那些用刀剑可以成就的事情，用这种方法同样可以做到。像什么不义之财、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动者、将财富社会化等等，这样的说法永远都会产生神奇的效果，即使他们已经被使用过太多次。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2集。在这一集里，我们将和各位谈到每个选民都认可的政治口号。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候选人满嘴都是新词儿，即使这些新词儿的含义极其贫乏，但只要能够迎合各种各样的愿望，那么这样的演说也是能够大获全胜的。作者说，1873年，西班牙有过一次极为血腥的革命，那场革命的许多说法就是如此，含义复杂，每个人都可以利用那些说法为自己做出奇妙的解释，因此说服了大部分人。当时有一位作家曾描述过这种说法，可以引用于此。激进派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事实上就是改头换面的君主制而已。于是，为了向这些激进派表示妥协，全体议会成员一致宣告要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虽然在投票的过程中，很多人其实是不清楚自己的选票所赞成的究竟是什么，但是这样的说法却达到了皆大欢喜的目的。人们都很高兴，并且陶醉其中。人们认为，美德与幸福并存的王国就要出现在地球上了。那些共和主义者们，如果对手拒绝给予他们联邦主义者的头衔，那么他们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在大街上，人们相互打招呼的时候都会说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便是一片赞美之声随之响起。人们甚至开始赞同军队可以没有纪律，以及士兵可以自治这样的事情。那么人们对于联邦共和国究竟是怎么理解的呢？有人把它解读为各省的解放，与美国和行政分权的制度相似。也有人认为这意味着要废除一切特权，以便着手进行最为伟大的变革。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公社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建议在西班牙设立1万个独立的自治区，
由他们自己根据需要制定法律，并且这些自治区要废除警察和军队。在南部各省，叛乱很快就开始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叛乱在不断蔓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村庄发表了自己的独立宣言，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破坏电报线和铁路，用以切断村庄和相邻地区以及马德里的一切联系。而那些处境最可怜的村庄注定只能寄人篱下。联邦制给各地门户的事情大开方便之门，人们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片土地上到处充斥着满含血腥味的狂欢。理性是否能对选民的头脑产生一定的影响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千万不要去读那些有关选民集会的报道。在这种集会上，你很难听到有价值的论断，你能听到的无非就是口号、痛骂对手以及拳脚相加的声音。如果这种集会会出现安静的时候，一般都是因为有个家伙宣称他有一些能使听众开心但让候选人麻烦的问题要提出来。然而反对派不会高兴太久的，对手的叫喊声很快便会将提问者的声音压下去。报纸上曾经报道过上千个类似的集会事例，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典型来论述。一次集会中，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提出让大会选出一名主席，骚乱便立刻席卷全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将会议桌占领。社会主义者极力地反对，人们开始相互殴打对方，每一个派别都在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这中间，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公民离开了会场。战斗暂告一段落，会议总算是可以继续进行。这个时候，轮到 X 同志说话了。这位演讲者开始激烈地抨击社会主义者，而对方则选择用白痴、无赖、流氓这样的叫骂声打断他的讲话。而针对这脏话连篇的叫骂， X 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那些社会主义者们才是真正的白痴、小丑。昨晚举办了5·1节工人庆祝会的预演，阿勒曼派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也组织了一次大会，会议的口号便是沉着冷静。季同志开始将社会主义者比喻为白痴和骗子，然后这些恶言恶语又引起了人们的相互攻击。演讲者和听众也极有可能大打出手，而会场的桌椅板凳将是最方便的武器。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3集。在这一集里，我们要和各位谈到这样的几个方面：一、选民的意见如何形成；二、选举委员会的权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些互骂互殴混乱的现象只会发生在那些社会地位低而且比较固执的选民群体当中。实际上，在任何一次无名集会上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集会参与者，这种争论也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说，我已经说过，
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的时候，他们的智力水平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低。这种现象看似神奇，但是在所有的场合，我们都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明。例如，下面这次集会的报道是从1895年2月13日的《时报》中摘录的，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个晚上，虽然时间在渐渐流逝，但喧嚣声却有增无减，几乎没有哪个演讲者可以不被打断地说上超过2句话。叫喊声每时每刻从每个角落传来，掌声混杂着嘘声，不仅台上台下吵个不停，就连台下的听众也会相互的激烈争吵。一些人不停地挥舞着木棒，一些人不停地击打地板，不时传出来把他轰下去，或者是让他说的呐喊。C 先生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叫骂着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等一系列词汇，同时他还要宣称将这些东西通通消灭。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在这种环境下的选民是如何形成意见的呢？如果你有这种疑问，就说明你对群体可能拥有的自由程度有一种奇怪的错觉。群体的意见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他们绝对不会以自己有理性的意见而感到自豪。在我们这里谈论的所有事情上，选民的意见和选票是放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而这些人的领袖通常都是政客，他们会向工人许诺一定的好处，因此他们会有很大的影响力。谢勒先生就是今天最为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他说道，你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吗？它恰恰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最好的杰作。今天的法国就是在选举委员会的统治下运营的。候选人只要是能够被群体接受，并且拥有一定的财源，要想对群体产生影响就变得很容易了。据捐款人透露，只需要300万法郎就可以保证布朗热将军得到重新当选。这就是选民群体的心理，如同其他群体一样，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差。当然，以上的所有讨论研究并不代表会得出反对普选的结论。虽然我明白当前选举的命运，但是出于种种实际的原因，我还是愿意保留这种办法。事实上，这些原因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一次次调查才归纳总结出来的。考虑到这些，我将对他们做进一步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来，普选的弱点非常突出，因此没法做到视而不见。但不可否认的是，文明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它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金字塔下边各个层次的不断加宽，智力也就越来越少，或者说越来越低下。这部分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所在。一种文明之所以伟大，如果只是依靠人多势众的低劣成员而投出的选票而存在，是无法让人们放心的。而且还有一种现象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群众投下的选票往往是十分危险的。作者说，这种现象已经导致我们遭受了若干次侵略。我们眼看着有群众为其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就要大获全胜，但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十有八九会再次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4集。在这一集里，我们要和各位谈到这样几个方面：一，即使有缺陷，普选权依然不能废除；二，即使限制选举权，选举结果也不会改变。作者说，那些反对的意见虽然说在理论的范畴上可以让人信服，但是在实践中却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还记得观念变成教条之后会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如果从哲学观点来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如同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是不堪一驳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如今所拥有的绝对权力是和昔日的宗教教条一样强大，因此是很难被战胜的。我们设想这样一种场景：一个现代的自由思想家，如果他穿越回中世纪，当他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他会选择对其进行攻击吗？一旦他落入法官之手，而这个法官可以将他送上火刑柱，并且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者指控他参与了女巫的宴会，这个时候他还会怀疑是否有魔鬼或者女巫的存在吗？采用讨论的方法与飓风作对，这样的想法和群众的信念一样，并不怎么聪明。今天的普选教条和过去的宗教势力一样，威力巨大。因此，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现在的普选教条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恭敬与媚态，即使是路易14也没有享受过。因此，对于现在的普选教条，我们必须像对待宗教教条一样，有着一致的立场。只有时间的流逝可以对其产生影响。另外，想要努力破坏这种教条的存在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为这种教条本身具有一种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外表。托克维尔说过，在平等的时代里，人们很难做到互相信任，因为他们彼此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呢，却非常信赖公众的判断力。所有的人都同样有见识，似乎不大可能。真理并不会因为人数上的优势便携手同行。有人会说，可以选择将选举权进行一定的限制，比如说限制在聪明人之间。这样能不能做到对群众投票选举的改进呢？对此我并不赞同，因为我已经说过，一切的群体，不管其成员智力水平如何，即使全部智力低下，只要当他们处于群体中时，人们都会变得智力平平。面对一般性的问题时，40个院士的投票结果与40个卖水的小商贩的投票结果相比，并不会有什么高明之处。我向来不相信，如果只让那些有教养的以及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那些受到谴责的普选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一个人不会因为他通晓希腊语或者是数学，就一定掌握了特殊的智力。同样，也不会因为是一个建筑师、兽医或者是大律师，就对社会问题有更高的认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可以说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大多是学者甚至教授。然而对于那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他们取得过一致的意见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
他们的学问和我们的普遍无知相比，只是有一点点差别而已。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因素的数量非常多，所以从本质上看，人们的无知就变得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即使所有的选民都是掌握各种学问的人，他们的投票结果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他们依然会受到自己的情感以及党派精神的支配。对于那些我们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将其一一解决，并且我们一定还会受到身份团体暴政的压迫。群众的选举权，不管是普遍给予的，还是给了一定的限制，不管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的情况下行使这种权利，不管在哪个国家，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还是西班牙，结局也都是一样的。总而言之，这种选举权所代表的不一定是真理，而仅仅是一种种族无意识的向往和需要而已。在每个国家，当选者的普遍性意见都反映着种族的秉性，而这种秉性不管存在于哪一代人中，都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和提升。由此我们知道，对于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我们可以有另一种认识，那就是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于一个民族的生活而言产生的影响其实很小。民族主要会受到其种族秉性的支配，也可以说民族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已，而我们所说的秉性就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所需是掌握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在这一章的最后，老张再插上2句。从作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选举的悲观态度源于对群体的无奈。但作者同样说过，经验是具有很大作用的，它几乎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中牢固生根的有效手段。在一次次的失败中，经验会将真理刻画进每个种族的骨髓，但在一次次失败的代价中缓慢前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过程无处逃避，无法逃避，它涉及到每一个人。正如作者所说，只有时间的流逝可以对其产生影响。没错，人类的未来大有可为。老张认为，如果更多人能够多读书，独立思考，不盲从，永不停止对世界的探索，也许我们可以加速这一进程。当然，人类的劣根就是我们总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5集，第5章，议会。在这一集里，我们要和各位谈到这样几个方面：一，议会群体表现出了意志性群体的大部分特征；二，他们的意见非常简单。议会是一个有名称的意志性群体。虽然说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在各个时代都有所不同，各个国家之间也会有所区别，但他们本质上还是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议会这样的场合，我们发现种族的影响削弱或者强化了群体的共同特征，但这些不会妨碍
种族秉性的表现。不一样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等国家，在辩论和投票的方面，他们的议会却具有很多的相似性，这就使得他们各自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议会制度可以说是现代文明民族共同理想。这一制度反映了一种虽然在心理学上是错误的，但却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观念，也就是在某些问题上，一大群人比一小撮人更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议会也是群体，也具有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容易被少数领袖人物的巨大影响力所主导。然而议会的构成还是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使得除了群体的一般特征之外，议会这个群体还呈现出了一些鲜明的特征。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些简单的说明。议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意见的简单化。在所有的党派中，尤其是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无一例外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使用那些在任何情况都是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用来解决最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由于党派的不同，原则呢也会各有不同，但是就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就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直到将其贯彻到底才会停止。简单的说，就是议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认为自己的观念理论是绝对的正确，并且每个个体都会坚持自己的观念理论。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很严重的结果，议会的代表总是会提出各种极端的意见。事实上，议会的意见是简单质朴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典型表现。他们的头脑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含糊不清的普遍性观念，他们会固守那些死板的原则，不懂变通。他们喜欢用所谓的逻辑和教条来对待别人，但他们呢，却并不关心事实到底如何。在谈到这些的时候，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实际上人们并没有看到这场革命带来了什么好的变革。在那些简单的教条的帮助引导下，雅各宾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有能力将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但结局并不乐观。原本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社会就这样倒退到了更早期的阶段。雅各宾党人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所采用的方法简单且天真，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他们仅仅是将拦在他们道路上的一些所谓障碍通通的毁掉而已。不管是他们当中的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岳派，全都深受同样的精神鼓舞。议会中的群体是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就如同其他所有的群体一样，这些暗示往往来自那些享有名望的领袖。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议会群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非常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尤其重要。在所有涉及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地区的利益的问题上，注意是有关利益的问题，议会中的成员都会有自己固定不变的意见，没有什么论证可以改变他们的想法，动摇他们的意见。例如贸易保护或者酿酒业的特权这类问题，
牵涉到了一些有势力的选民的个人利益。任何人，哪怕他有着古希腊伟大演说家迪摩西尼的演讲天分，都很难做到改变一位议员的投票。按照中国谚语的说法，议员会这样想：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在投票之前，议员们就已经自我进行过暗示了。这样的暗示足以保证议员们不会接受其他的任何建议，保持了意见的绝对稳定性。另一方面，如果涉及到的是一般性的问题，比如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这个时候的议员们就很难有什么固定的意见了。领袖的力量和建议在这个时候就会发挥很大的影响作用了。但是每个政党都会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在很多时候是旗鼓相当的，这就导致了一个结局的出现。一个议员会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之间，这个时候他就会表现出迟疑不决的现象。这种迟疑不决甚至会让我们看到，他有时在一刻钟之内就会做出两种完全相反的表决，或者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可以使它失效的条款。比如他们会在通过一个关于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的法案之后，再加上一个几乎可以废除这个法案的修正案。由于同样的原因，每届议会都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当然也有一些容易多变的意见。总体来说，数量最多的还是一般性问题，这也就导致了议而不决的现象在议会中比比皆是。之所以会议而不决，是因为议员们对选民的担心是一直存在的。议员从选民身上得到的暗示总是姗姗来迟，这在客观上呢也会抵消领袖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议员对于讨论的主题并没有强大的先入为主的意见的话，在讨论中，领袖们无疑仍然会处于议题的主导地位。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6集，在这一集里，我们将和各位谈到议会的真正主人。显而易见，领袖的存在是有必要性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的议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领袖以团体首领的身份出现，他们可以说才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可以说，一个群体一旦没有了首脑人物，也就是领袖的存在，便会一事无成。由此，我们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或者说少数人的意志决定着议会的表决。领袖的影响力往往与他们所使用的论证关系不大，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们的名望。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一旦他们因为某种情况而威信扫地，失去名望，他们的影响力也会随之烟消云散。这些政治领袖，他们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所有，与头衔或者名声没有多大关系。有关这种现象，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的时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他是那届国民议会的议员，他可是当时的著名人物之一。他说，2个月前的时候，路易拿破仑还是无所不能的，但如今却变得完全
无足轻重了。维克多·雨果登上过讲台，最后却无功而返。听着他说话，人们就如同听着皮阿说话一样，因此并没有得到多少掌声。当谈到皮阿的时候，沃拉贝勒说道，虽然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但是我不喜欢他的那些想法。基内是一个聪明过人并且智力超强的人，但他却一点不受人尊敬。召开议会之前，他好像还有一些名气，但在议会中他却显得籍籍无名。政治集会经常对那些才华横溢的人无动于衷，在这样的政治集会中，他们只留意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这些演说家们是否对国家有利。要想获得1848年的拉马丁和1871年的提耶尔享有的那种崇敬，恐怕还是需要有急迫并且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可能促成。一旦危险不在，议会就会立刻忘记他的感激之情和曾经受到的惊吓。作者说，我引用上面的这些话的原因是它包含了一些事实，而不是因为它提供了解释。事实上，他的心理学依据有些不足。群体一旦效忠于自己的领袖，包括党的领袖或者国家的领袖，这个时候他就会同时失去自己的个性。那些服从领袖的群体是生活在这些领袖的名望影响之下，这种服从是不会受到利益或者感激之情的支配和左右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的权力。有一位著名的议员，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其享有的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一次大选中，因为一些金融问题而被击败，但他只需要做个手势，发个信号，内阁就因此倒台了。可见其影响力有多大。有个作家是这样评价他的：这位 X 先生，他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几乎是我们为东京湾付出代价的3倍。因为他，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让我们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一个帝国，让我们失去了长久以来在埃及的优势。X 先生的理论让我们失去领土的代价比拿破仑1世的灾难统治还要惨重。作者说，即使如此，我们也不需要过分苛责这样的领袖。虽说他使我们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但我们不能就此忘记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顺应民意的，而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目前比过去做的还要糟糕。领袖事实上很难做到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顺应民意中进行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助长了民意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7集。在这一集里，我们要和各位谈到领袖所具有的作用。领袖用来说服民众的手段很多，除了他们所具有的名望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是我们多次提到过的。要想非常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
领袖必须做到对群众的心理了如指掌，至少也是他能够在无意识当中做到这一点。另外，领袖还需要知道如何向民众说话，他们必须掌握各种词汇、口号和形象的神奇力量。最后，他们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论辩才能，比如无需证明的掷地有声的断言，能够生动形象但又含糊笼统的论证。这样的辩才我们可以在所有的集会中看到，即使议会中最为严肃的一家英国议会也不例外。英国有一位哲人梅因曾经这样说过，在下院的争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辩论过程中都是一些空话、废话、大话以及相互的人身攻击而已。这种类型的套话对纯粹民主的想象影响巨大，让一群人通过惊人之语接受那些笼统的断言并不是什么难事，即使这些断言并没有得到过证实，也许以后也不可能得到任何证实。作者说，上面的这段文字我们提到了一些惊人之语，在一些议会场合，这样的言语不管说的有多重要，都不会显得过分。在本书中，我们多次提到词语和口号的特殊力量，在这些措辞的选择方面，一定要以能够唤起生动的形象为最佳选择。以下这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艘船将要驶向那片热病肆虐的殖民地，那里是我们的监狱，在那里，名声可疑的政客和杀人越货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关在了一起，他们会像难兄难弟一样促膝谈心。作者说，以这种方式唤起的形象是非常鲜活的，演说者的所有对手在听到这段话之后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他的威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两幅生动的画面，一片有热病肆虐的土地，还有一艘可以将他们送走的船。尤其是演说者那些对政客的含糊的定义，也是有可能将他们涵盖其中的。这样的演说会使他们体验到恐惧，与当年的罗伯斯庇尔在演说中用断头台发出的威胁具有相同的感觉。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之下，对手是很容易选择投降的。喋喋不休地说着那些离谱的大话，对领袖来说是一直有利的。我刚刚提到的那位演说家曾经做过这样的断言，并且不会招致强烈的反对。他说，银行家和牧师都资助了那些投掷炸弹的人，那些大金融公司的董事们应该得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这种断言永远都可以在人群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断言越激烈效果越好，演说越耸人听闻效果越好。要想唬住听众，这种辩术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当然，主要是因为现场的人总会担心，如果他们对这种说法表示反对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会被当作叛徒或者帮凶而被打倒。正如上边我们所说的，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在所有类型的集会上无疑都是非常有效的，在危难时期它的作用就会显得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上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过好多集会上的大演说家，他们的讲话读起来的话都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时时刻刻都会认为自己最先要做的就是谴责罪恶，弘扬美德，
然后选择对暴君破口大骂，并且发誓得不到自由宁愿去死。每当听到这些，在场的人都会热情澎湃，他们都会站起身来热烈鼓掌，然后重新坐下，等待着下一个热情澎湃的时刻。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8集。在这一集里，我们要和各位谈到这样几个方面：一、演讲会的要点；二、没有名望的演说往往会徒劳无功。有一些领袖有着高超的智力，并且受到过高等教育，但是具备这种优良的品质对他们来说通常没有多少益处，甚至会有害处。如果这种领袖想要说明一件事情是多么的复杂，并且还要做出一些解释来帮助民众去理解，在这个过程中，高超智力和学识会使得这些领袖豁然大度，但同时呢，也会给他的信徒们造成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领袖的信心信念强度不够。在所有的时代中，尤其是大革命时期，很多伟大的民族领袖表现出来的狭隘头脑总是令人瞠目结舌，但越是这种头脑狭隘的人，影响力却越大。罗伯斯庇尔的演说可以说是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在他的演说中，经常出现一些令人吃惊的自相矛盾。如果你仅仅看他这些演说的话，你很难解释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竟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我们来看看罗伯斯庇尔会怎么说。有一些教学式的常识和废话，以及用来糊弄孩子们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在攻击和辩护的过程中所采用的那些观点，往往都是来自小学生的歪理而已。这些辩护中没有思想，在措辞上也看不到令人愉快的变化，更没有切中要害的讥讽，有的仅仅是那些令我们生厌的疯狂的断言。在这样一种毫无兴趣的阅读之后，人们往往会与和蔼的德穆兰一起表示叹息。作者说，当我们想到极端狭隘的头脑加上强烈的信念可以给予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权利时，有时会让人感到心惊肉跳的。一个人如果想要无视面前的各种障碍，并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需要满足这些最为基础的条件。群体会本能的在那些精力旺盛并且信仰坚定的人当中选择自己的主人。群体总是需要有主子。在议会里，演说的成功与否，不是取决于演说者是否能够提出有力的论证，而是取决于演说者所具有的名望是否足够。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如果因为某些这样那样的原因失去了原有的名望，那么他所具有的一切影响力也就随之消失了，他的演说很难再取得成功。对于一个籍籍无名并没有什么影响力没有什么名望的演说者来说，即使给他一篇论证非常充分的讲稿让他演讲，他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借着论证让听众听听而已，并不会起到多大的效果。德索布先生是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议员，他曾经用下面的这段话来描述一位缺乏名望的议员是什么样子的。他走上讲台，从自己的公文包中拿出准备好的讲稿，将其摆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信心十足地
开始他的发言。他曾经自我吹嘘说，他能够让他的听众相信那些令他自己感到振奋的事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着自己的论证，他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他坚信可以说服听众。他认为面对自己所引用的那些证据，任何的反对都不会有作用。于是他开始一厢情愿的演讲，他坚信自己的同事的眼力，他认为他们对真理一定是理所当然的赞同。但是当他一开口，他发现现场并不怎么安静，人们发出的噪音让他既吃惊又愤怒。为什么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什么这么不在意他的发言呢？当有人在讲话的时候，那些议员不是应该认真听吗？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甚至还有人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会让他们这样选择呢？于是他脸上的表情开始有些不自然，皱着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提高嗓门，又开始了自己的发言。他加重语气，他甚至做出各种手势配合演讲。但此时周围的噪音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大，直到他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于是他又停了下来，最终因为担心自己沉默太久会招来更可怕的叫喊声，他只能再次开始自己的演讲。但是喧闹声依然让人难以忍受。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69集。在这一集里，我们要和各位谈到国民议会的势力。议会也是会有极度亢奋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和普通的意志性群体一样，它的情感也会表现出爱走极端的特点。他有可能做出一些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当然也有可能犯下最恶劣的过失。这个时候，议会中的个体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了，他会完全丧失自我，以至于他会投票支持那些能够伤害到他个人利益的法案。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个时候，议会经常会严重的丧失自我意识，被那些能够伤害到自己利益的意见牵着鼻子走。贵族选择放弃自己的特权，这是一种巨大的牺牲。但在国民公会期间的那个著名夜晚，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特权。我们知道，议会成员放弃了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那就意味着将自己放在了死亡的威胁之下。但他们却出乎意料地迈出了这一步。他们并不害怕对于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的现象，虽然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今天他们选择将自己的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也许他们自己也会有同样的结局。如此看来，他们已经进入了我曾描述过的那种完全不自主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们选择赞成那些已经把他们的头脑给冲昏的建议，任何想法都无法阻止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比劳凡尔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将这种典型的情况记录了下来。有些决定我们一直都在极力谴责，甚至有些决定在1-2天之前我们根本不会做出，但今天居然就通过了。造成这种情况的，除了危机，再没有别的任何东西。在所有情绪激昂的议会上，这种无意识的现象都是非常常见的。泰纳总结道，他们会批准并且下令执行一些他们本来痛恨的法令，
这些法令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愚蠢透顶来形容了，那简直就是在犯罪。他们选择杀害无辜，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亲人朋友。丹东是他们天然的首领，是这场革命伟大的发动者和领袖。左派在右派的支持下，在最激烈的掌声中将这位领袖送上了断头台，而右派在左派的支持下，依然在最热烈的整齐划一的掌声中投票通过了革命政府最为差劲的法令。国民议会全体一致，在狂热的叫喊中对德布瓦、库东和罗伯斯庇尔等人进行了最为热烈的赞颂。在一次次的掌声中，议会全体一致同意改选，使得一个杀人成性的政府留在台上。因为他嗜杀成性，平原派对他是憎恶的；因为他草菅人命，山岳派同样憎恶他。但最终，平原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都为他能够更好地屠杀自己投了赞成票。6月22日，整个议会将自己全部交到了刽子手的手中。2月8日，仅仅在罗伯斯庇尔发言后的1刻钟之内，同样的事情被这个议会重新又做了一次。作者说，这个场景尽管看上去很阴晦，但却真真切切。议会兴奋疯狂到一定程度，就会呈现出同样的特征。这样的话，它会变成一个不稳定的流体，受制于一切的刺激因素。对于1848年的议会，一位有着不容怀疑的民主信仰的议员斯布勒尔先生曾在文学报上发表过一段典型的描述。这为我之前讲述过的群体特征之一的夸张情绪、极端多变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例证。正是这种极端多变，使议会时不时地从一种情绪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绪。因为分裂、猜疑和嫉妒，也因为那些盲目的信念和无节制的愿望，共和派最终走向了地狱。他的无知天真与他的普遍多疑不相上下，他们法律意识的缺失，纪律观念的淡薄，与此同时，他们还有着放肆的恐怖和幻想。在这些方面，他们还不如乡下人和孩子。他们的冷酷堪比他们的急躁，他们既凶残又驯服。这些状态源于他们的性格上的不成熟以及缺乏教养。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他们吃惊的，但所有的事情出现都会让他们陷入慌乱。因为恐惧，他们会表现得胆小如鼠；因为英雄主义，他们甚至能够做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们不懂事件的因果关系，他们也不在乎事物之间会有什么联系。他们时而灰心丧气，时而又斗志昂扬。他们容易受到各种恐慌情绪的影响，不是情绪高涨，就是萎靡不振。他们的头脑经常处于混乱的状态，他们比流水还易变。具有这些特点的人，我们能指望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呢？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70集，在这一集里，我们会和各位谈到这样几个方面：一、议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群体特征；二、专家在技术性问题上会起到什么作用；三、议会制度的优点和危险性。值得幸运的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些在议会中会看到的特点，并不会经常性的出现，因为议会
并非一直都是一个群体，它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才能成为一个群体。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组成议会的个体还是保持着个性特点的。这也解释了议会为什么能够制定出非常出色的法律。当然，我们需要清楚的是，编写这些法律的其实都是一些作家，他们并不是在现场编写法律，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安静的状态下来拟定这些法律条文的。由此可以说，那些通过表决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个人而非集体的产物，这样形成的法律应该是最好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还会面临这样的现实，当一系列针对法律条文而制定的修正案出现的时候，这些集体努力的产物才具有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与孤立的个人产品相比，群体的产品无论性质如何总是低劣的。在所有的情况下，是专家在阻止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者根本行不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专家是群体的临时领袖，议会对他不具有影响力，反而是他影响了议会。老张插一句，在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专家的学识是可以部分或者是全部转化成名望的，而专家的这种名望只在专家的专业问题出现时起作用。作者说，虽然我们提到议会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否定它的价值。议会制依然是人类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选择，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一种统治方式。对于所有构成文明精英阶层的人来说，不管是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或是其他有教养的人，议会制毫无疑问是最为理想的统治方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议会在现实生活中也造成了两种不可避免的危险后果。一是在议会举办过程中造成了财政浪费，另一个是议会对个人自由所增加的越来越多的限制。第一种后果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紧迫问题不断出现，加上当选群体缺少远见。我们举个例子，在议会中有个议员提出了这样一项非常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他提出一定要保证所有的工人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养老津贴，或者建议不论任何级别的国家雇员都应该给予加薪。在这位议员提出这样的提议之后，其他议员就会因为忌惮选民的意见，导致他们因为害怕忽视了选民的利益而不敢否认这项提议，尽管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会给预算带来新的压力，势必要增加新的税种，但是在投票的时候，他们绝不会犹豫不决，毕竟增加支出的后果要在很久之后才能显现，不一定会马上给他们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但是如果议员们不投支持票，后果也许马上就会在他们下一届竞选连任的时候清楚地显现出来。除了以上会扩大开支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同样不可避免的问题，那就是一切为了地方目的的拨款投票都必须赞成。这种拨款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利益，同样是选民最为迫切的需要，因此任何一名议员都没有办法反对，而且只有同意了同僚们类似的要求，才有可能也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同样的利益。
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71集。在这一集里，我们要和各位谈到议会会造成对自由的限制。之前我们还提到了议会制带来的第二种危险的后果。对于自由，议会会不可避免地进行限制。这样的限制看似不那么明显，但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大量存在的法律就是限制性的措施。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那些法律，但由于目光短浅，议会对所通过的法律措施可能造成的结果茫然无知。这种后果的危险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是英国这个提供了最得民心的议会政体，议员对选民保持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依然没有逃脱这种危险的后果。赫伯特·斯宾塞曾经指出，那些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意义上自由的减少。在《人与国家》这本书中，讨论到英国议会时，赫伯特·斯宾塞他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一段时间以来，立法机构一直沿着我所指出的方向发展。迅速膨胀的独裁政策开始不断地限制人们的自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会制定很多法律，对那些公民过去可以自由处置的行为加以限制，并且强迫他们做一些他们之前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与此同时，公共负担也越发沉重，地方性的公共负担更是如此。通过减少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以及增加公共权力的开支，进一步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作者说，这种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在每个国家都会有斯宾塞没有明确指出的各种表现形式。由于大量的限制性的立法措施的通过，必然会大大的增加负责实施这些法令的公职人员的数量、权力以及影响。如果按照这个方向持续进行下去，那么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公职人员，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这是因为政府在不断的更换，但这种变化不会对他们这些公职人员产生影响，只有他们不需承担责任，不需要个性，并且可以永久性的存在下去。对于压迫性专制的执行，需要的就是拥有这三种特点的人。随着限制性法规的不断制定，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也被一些特别复杂的条令圈定起来，那么公民能够自由活动的空间肯定就会越来越小。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错误观念，他们认为多多制定各种法规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平等，所以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制定这种束缚。无疑，这种束缚是让人越来越无法忍受。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了给人民戴上套子，不久之后他们就会走到只需要奴才的地步了。然后人们将会失去人生的活力，失去所有自主的精神。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只剩下一些虚幻的影子了。他们消极，只会顺从，变得有气无力，成为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作为个人肯定会去寻找外部力量，因为这力量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已经找不到了。公民的麻木无望在增长，政府各个部门随之也在增长，因为政府必须表现出一些个人没有的特性，比如主动性、创造性以及具有指导性的精神。
这迫使他们要承担一切，要领导一切，要把所有的一切都保护起来。而他们用来保护的方法，当然就是制定更多的规定。于是国家变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上帝没有那么强大，而且维持不了多久。在一些民族中，公民所有的自由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但是在表面上呢，法律条令的许可令他们有了一种错觉，让他们认为自己还拥有着自由。作者说，在造成当前的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衰老起到的作用同具体的制度相比，至少作用一样大。这个衰落期的不祥先兆是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从古代一直到今天的任何文明。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第72集。在这一集里，我们将给各位带来作者的结语。作者说，根据历史的教训，根据各方面都触目惊心的先兆判断，我们现在的文明已经到了衰败时期之前的那些历史上早已经有过的时代。任何民族似乎都不可避免的要经历同样的阶段，因为历史看起来似乎总是在反复。关于文明进化过程中的这些共同阶段，很容易就做一个简短的说明，我将对它做个概括，以此作为本书的结语。这种速记式的解释对理解目前的群众为什么会掌握权力，也许会有所启发。如果我们以主要线索为依据，去评价之前的那些文明兴盛与衰败，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什么呢？在文明诞生的初期，一群来源不同的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聚在一起，有的是移民，有的是入侵，有的是占领。他们的血缘、信仰和语言都各不相同，唯一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的纽带，就是首领提出的还没有完全得到认可的纪律，或者叫法律。这些混杂的人群，他们的群体特征十分突出，他们偶尔也会团结起来，但总是十分短暂。他们会表现出英雄主义的气概，他们也会有很多的弱点，他们非常容易冲动，性格狂躁。能够把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他们是一群野蛮人。漫长的岁月产生了他自己的东西，因为环境一致，不同的种族之间开始不断的通婚，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不同的小群体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大群体，这就形成了种族，有着共同的特征，共同的感情，在遗传作用下，他们越发稳定。这群人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有能力摆脱之前的野蛮状态。但是想要完全形成一个民族，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不断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反复，在获得某种理想之后，才可能实现。这个理想具有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不管它是出于对罗马的崇拜，还是强盛的雅典的渴望，亦或是对真主阿拉的尊崇，这些都足以统一一个民族中所有人的感情和思想。在这个阶段中，一种新文明诞生了，它包含着各种制度、艺术和信念。这个民族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的过程中，这个民族将会接连不断地获得一些能够使其建立伟大功绩的必要品质。毫无疑问，它有时候仍然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
在它们变化不定的特征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种族秉性。这个秉性把一个民族的变化限定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支配着机遇的作用。时间在做完它的创造性工作之后，就开始了破坏。无论是人还是神，谁也不能逃脱时间的手掌。一个文明肯定会在达到强盛期和一定的复杂度之后，便会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可是一旦不再前进了，它必然走向衰落。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文明的老年期就到了。这个时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特点总是种族理想的衰微。与此相对应的，它建立起来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随着种族理想的不断消失，种族也逐渐失去那些让它具有凝聚力、团结和强盛的品质。种族里面的个人的个性和智力是可以增长的，但是个人自我意识强盛发展会取代种族群体的自我意识发展。同时，种族的性格也会逐渐弱化，行动能力更加减少。原本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变成的却是一群没有凝聚力的个体。他们在一小段时间里还可以聚集在一起，但仅仅是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的聚在一起。也恰好是在这个阶段，人们因为各自的利益和愿望而四分五裂，失去了自治的能力。然后因为最微小的事情也需要人来引领，这个时候国家就开始接手这个重要作用。古老的理想一旦消失，种族的才华也随之消失，种族没有了向心力，种族的个体开始回到原始状态，变成一群独立的个体，成为乌合之众。他们没有同一性，没有未来，他所拥有的特性只是乌合之众一时的特点。他的文明的稳定性已经没有了，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民众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利。这时野蛮的风气盛行，这个时候文明可能依旧比较精彩，因为历史悠久，文明的外表依旧存在，但是它已经是将要倾倒的大厦，摇摇欲坠，没有支撑，只要风暴来临，必将轰然倒塌。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就是在追求理想中，从野蛮到文明，然后理想没有了优势，便会走向衰落，然后死亡。好，各位听众，本书到这里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